we have different cultures. I always joke and I say the best way is to marry, at least my opinion. You marry with somebody who is from a different culture and different country, because every time you might not understand each other, at least you have the excuse, this is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culture, no? So you don't get angry with the person, but you think, okay, we are simply different. This helps a lot. When there is some misunderstanding, is to speak with irony, to joke a bit, or maybe to let things sediment and wait for a while. If the thing is something important, anyway, we speak about it. We just give it time. 吓成这样，你什么鬼啊？哇！你们为什么要打扮成这样？我们昨晚去 Halloween party， 现在才回来。你干嘛睡在外面？被老婆赶出来啊！是他赶你出来，还是你自己出来的？有差吗？如果你不想要睡沙发，你就对老婆好一点。你也想睡沙发？ Take care， 保重，老娘不理你了，拜。也有可能他要你好好的照顾他。好，如果你连一条鱼都照顾不好，我应该也不指望你能够照顾它了。不，那如果鱼死掉，你们两个就完蛋了。你们两个烦不烦呢？你如果觉得烦，你就去把魂找回来，问题就解决了。该找的地方我都找了。 他跟店里拿了urgent leave， 也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喂，可能是他娘家出事，你问了他妈妈吗？结婚没几个月就把老婆气跑了，哪里敢打电话回家？护照都带走了，应该是回家了。 反正他那么想家，让他回去好了。万一他不是回家，是去别的地方呢？也许他被人拐跑了呢，你一点都不担心了吗？没良心的男人，去哪里交了这种朋友？奇怪。那你跟我说，这条很肥很肥的鲨鱼什么意思？ 虎鲸啊，朋友，你瞎了吗？我没有跟你说吗 ？Killer whale。吃白芝麻皮肤会光滑，吃黑芝麻不容易长白头发，所以我们会在小菜里面撒一点芝麻，你们可以试试哦。 我们现在有促销，买3送1，还免运费，只限100个客户，期待你给哦。一个准啊！我还是喜欢吃这个，够辣够酸，也很脆。你的口味跟佛尼一样，可惜他都不在，也不知道到底跑去哪。还找不到吗？卓涵去找他，但他不在娘家。 不在娘家，又没有来找你们，还能去哪里啊？
说不定他想要一个人静一静呢。人总是有心烦的时候，沉淀一下总好过一直吵架。其实我还蛮羡慕他的，说走就走，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勇气，至少我没有。你把声音做起来就有底气啦，到时候你爱飞哪里你就去哪里啊。最近的生意怎么样？挺不错的，都可以有你们帮我宣传，订单越来越多。我还怕我做不出来。我星期天不用来这里，我可以当你 part time。我的确要请人，雨柔帮我找了一个中央厨房，现在就是缺人手。我可以帮你啊，我们都可以帮你。고마워요。女人有了自己的事业，就会特别有价值感。这些是你的老公给不了你，也拿不走的。我已经不期望我老公了，尤其最近，他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工作，没日没夜都在看盘。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他都没有那么认真。你说的是上次你提到的加密货币？提醒你老公小心一点啊，最近的市场波动很大。我已经有一个朋友亏了一大笔钱，还好他跑得快，不然就亏更多。这个也不错，试试看这个。进来 ，boss， 好几个 coin 都在大跌，很多人要套现，还有几个打电话来投诉的。Boss， 有顾客说我们骗他们买包 coin， 现在跑上来闹。哎 ，crypto 波动本来就大啊，之前一口气涨了这么多，不见得有人来信我们，现在只是跌了一点点就呱呱叫，大惊小怪。可是现在很多都不稳定，尤其是抛 coin， 负面新闻那么多。哎，做投资眼光就要放大啊！现在只是风吹草动就吓成这样，你们跟外面那些人有什么分别啊？啊！Bro， 抛 coin 为什么跌成这样？你不是说他很有潜力吗？我被我老婆烦死了！你再不交代，我们就斩仓。它只是暂时震荡，不用担心的啊。我们收到消息，抛 coin 的 AI project 取消了，接下来还会再跌。Warren Buffett 说过啊 ，Be fearful when others are greedy, and be greedy when others are fearful。你看，现在市场恐慌，刚好就是机会。我告诉你，你趁现在加码，等它回升之后，大赚一笔了啊！为什么关店户口？我做生意也需要钱。是雨柔叫你这么做的吧？连你也不相信我？户口是我的，要怎么处理是我的自由。那是联名户口的钱，起码你先问过我啊。问你的话，你会让我把钱拿出来吗？那些钱是我儿子的，他相信你，才把你的名字登记在户口下，你怎么可以随便把钱拿走？那笔钱我也有份，不拿出来会亏更多。他眼光很准，不会看错的。你不要再盲目了。他从小到大做什么事都成功的，只是结了婚之后，就不知道倒了什么霉。他会那么成功，是因为你有本事啊。不如你帮帮他。我都已经退休了，没有收入怎么帮他啊？你的职务不是还在吗？卖掉它，你可以支持你儿子啊。那个是我的棺材本，我以后老了就靠它了，不用麻烦儿孙。啊，我也不想麻烦别人，所以才动用那笔钱的。而且我是光明正大的拿，没有任何隐瞒。你什么意思啊？
不讲他姨妈的事。你这几天从早忙到晚，都没有回家吃饭。那来喝参茶补一补。你那个老婆啊，整天只会在家里做这个做那个，都不懂得照顾别人，也不知道娶回来做什么。有妈在，妈会照顾你。顾客都在撤，投资也一直在亏钱，再这样下去真的会完蛋的。生意上的东西啊，妈是不懂，但是我知道你很有能力。你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比赛，不是拿第一就是拿第二。我相信啊，这次也难不倒你的。你要对自己有信心。这次情况不同，如果输了，就打回原形了。人太优秀，老天爷也会眼红的。哎呀，你当这次是一个小小的考验，难不倒你的。妈相信你，你永远都是最棒的。生了，生了，生了！你看，哎呀，你看，妈都说你行了。你这是我的福星啊！所以咯，你可以没有老婆，不可以没有老妈。人一旦选对了风口，自然会顺风起飞，就好像猎物抓住了机会，就能反转成为猎人，如同一场豪赌，跟对了，就胜券在握。Idi, saya fait c'est longtemps. Dois-je t'appeler la dernière? 丢掉的东西就不要再捡了，就算你把它捡回来，它也未必是以前的样子。Idi,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潇洒，又或者说无情，什么都舍得丢。对不起，我找你找这么多年，你以为我只想听这句话？你只需要一个答案。你也欠他一个答案。我还以为我做错了什么事，我找遍了整个法国都找不到你，没想到线索竟然出现在美国。多亏私家侦探，让我重新认识你。其实你也挺可怜的，10多岁就被卖去美国，难怪连拍结婚照都笑不出来。你那时候一定过得很不开心。我每天为他做牛做马，他没有把我当成是老婆，连个工人都不如。换成是你，你会开心吗？所以你一拿到绿卡就跑了？是。难道待在那里等死吗？那也不需要把人玩死吧？我没有。你害死他，还把所有的钱都拿走，你是有预谋的。你不要诬赖我，钱是我应得的。你不是故意接近他吗？我只是要一个安定的生活。他喝醉酒，把我打到进医院，我一直都在忍。他中风之后，都是我在照顾他，我没有一句怨言。他死了，我拿了他的钱，有错吗？你敢说你不是跟这个同乡串通好了吗？他跟别的男人不一样。是，他是不一样。因为这次是他抛弃了，骗光你的钱。我是受害者，
他们都对不起我。那我呢？我做错了什么？Fais-tu m'épouser?姨弟，姨弟，姨弟，你为什么一声不响就走了？我对你不够好，我们的生活不够安定吗？我没有办法再相信爱情，为什么不给我多一点时间证明？爱情只是一场交易，大家各取所需，得到自己想要的就走，不必留恋。那为什么跟我结婚？我那时候只是个穷学生，没什么钱给你骗。我要一个孩子，一个能陪伴我，不会背叛我的亲人。为什么一直在跌？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你不是说会升吗？现在什么情况？早上还好好的啊，还90多块了，你看，你看，我就是相信你才没有卖掉。现在我老婆、岳父还有那边一堆亲戚都来找我算账，快点还钱！哎呀呀，一家人啊，和气生财，不要这么计较。赔钱我就不计较。投资这种东西没有包赢的吗？有时候赚，有时候亏是很正常的。哎，等多几天应该会升啦。鬼才信！3天里面不赔钱，我就告你们。bro，升了，你看39块了。我收到消息，他们的 CEO 正在谈新的计划。谈个屁呀！你都在骗我，没有一句是真的。他一直在找我，你却说他不要我们，是你先抛弃他，现在要赶我走。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保护你。你根本就是自私。你有想过我也需要一个爸爸吗？我真的没有想到要伤害任何人。当时我只是害怕。你怕什么？怕孤独，所以想有个孩子。那有个完整的家不是更好？你不相信我？你怕我会像那几个男人？我真的不知道能相信谁，除了我自己的孩子。你把我当什么？一个工具人，还是一个逗你开心的小丑啊？我只是想要当一个好妈妈。我能给你的，我都给了你了。你有想过我要什么吗？你有想过我要当你的孩子吗？你有想过我要你这个妈吗？你不能离开我。如果我有得选，我宁可没有你这个妈。这个东西已经玩完了，你现在还是要把韩国的房子赔进去啊？你看，
很多人都在朝廷，再不进场就迟了啊！现在进去就等于早死了。我全副身家都压在抛块啊！我翻身就死定了。韩国的地契给我吧，啊！有不？是我唯一的希望啦。我从来没有指望你给我们大富大贵，我只是想安安稳稳的过生活。可是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跟赌徒有什么分别？不然你真的要看到我输到一无所有吗？趁现在还剩一点钱，收手吧。那点钱根本没有用，我是快完蛋了，我的钱被套牢，只能靠他翻身了。那我们的联名户口呢？早就拿完了。那2套condo呢？现在退回去，应该还可以拿回一些钱。那个也没了。你到底丢了多少钱进去啊？现在只有靠韩国的房子才能救我们了啊！我求求你好不好？知道无药可救了。对，我无药可救，我最失败。就让我再搏一次好不好？最后一次，啊，最后一次，有不？你老公等你救命，你真的见死不救吗？玉皇啊，你要去哪里？如果不是因为我求情，雨柔已经找律师告他了。你将他关掉户口，哪里叫救？有心的话就把韩国的房子交出来，那是家宝用真金白银买的，是我儿子的。那个房子我也有份，它是我们留给阿婆的保障。不只是你会保护儿子，我也会。难道你想看到家宝去死吗？万一他发生什么事，你良心过意得去吗？如果他发生什么事，也都是你害的。你整天说他是最好最棒，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害到他自我膨胀，都不听别人劝。他今天会有这样的下场，都是因为你把他宠坏的。我儿子厉害是事实，我鼓励他有错吗？那是你盲目的吹捧。你看他现在这样，遇到挫折，实在不肯面对，还觉得别人帮他是理所当然的，从来都不会自我检讨。那你又好到哪里去啊？你看扁自己老公，顶撞家婆，还把这个家搞得乌烟瘴气的，我真的很后悔让你嫁进来。那是因为你对我有偏见，整天看我不顺眼。我知道你不喜欢我，这些年我都忍了，还很努力的配合你们。可是不管我怎么做，你们还是不满意，从来都不接纳我。是。谁叫你第一次见到我就跟我说你怀孕？我有得选吗？是你在威胁我。我怀的是他的孩子，他不用负责嘛。家宝他一直很乖，一定是你勾引他，害他做错事。我不要再吵了，地契给我。你跟他说我勾引你。我知道你在打什么算盘。你看他一表人才，你就要吃定他。你拿阿伯
当借口，还要他在韩国帮你买房子，还叫他带你搬出去住，不要我这个老妈。你一进门就说要10万，什么医药费的，我看你一早就计划好进来骗钱的。我骗钱？那我为什么不拿钱走？每个月还乖乖的还你钱？儿子，你看啊，提到我头上来了，这种女人还要来做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是要他跟我离婚吗？我们这个家有你就没有我。他自己的儿子呢，就是个宝贝，那别人儿子就是草，你是人家的宝贝女儿，凭什么这么侮辱人，对不对？为什么啊？我投资了1000块，没有了。你什么时候学人家玩 crypto 啊？哈，你找死啊！对不起，你不要跟他道歉。是他活该，而且应该要道歉的是你那个老公。对，他们这种人不配做你的老公。你要离婚你就离婚，我介绍律师给你哈。我跟你说，你不用怕，我就是你在新加坡的娘家，在这里你爱住多久你就住多久，懂不懂？最多1-2天，会不会还在家？你把阿伯一起接出来啊！他可以睡客厅的，卓涵也可以睡客厅的。喂，bro，发生什么事？是不是你把他藏起来？你把他还给我。自己老婆不进来，自己去找，怪我干嘛？肯定是你怂恿他这么做的。他到底在哪里？到现在还是不知道自己问题在哪里，难怪他会走。活该！还说什么女人无理取闹，你们男人自己都看不过眼，你自己反省一下，不然冯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了。哎呀，走了，我陪你出去找了啊！不然下一个被赶出家门的是我啦。走啦！我去。男人就是这样，追你的时候呢就甜言蜜语，追到的时候就爱理不理。这么好的女人，为什么就不懂得珍惜呢？真是。会不会他其实没有那么爱你？纠缠了这么久，还是两败俱伤。你满意了吧？我没有想过要伤害你们，尤其是弟友。我也是，我只是想当个好妈妈。有了孩子，我的生命就完成了。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满足任何人的期待。弟友没有义务来填满你的。我也给了他所有的爱啊。是战友，不然你也不会带着他躲了我这么多年。我只是要个新的开始。我给了他很多的自由。你所谓的爱，只是形式上，因为你心里知道亏欠了他。真正的爱，没有企图，没有要求，
可是你一开始就带着目的生下他，孩子会快乐吗？你真的快乐吗？你有了孩子，生命就完整了。那我和Theo呢？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做是很残忍的？到此为止吧。猎人跟猎物，总要有个人先投降。伊蝶，这不是什么比赛，不是什么竞争，不是谁赢谁输的问题。问题是我们当父母的，要怎么样才能让孩子幸福？你会是个好爸爸。拿自己的手出气，也不是办法。你想要受伤才甘愿啊？我的命一点都不值钱。坐下来。怎么？每个人的存在都有它的价值，不要贬低自己。人为什么要有孩子啊？因为他们自私，只想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孩子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被带到这世界，他想要有陪伴，为什么不养宠物啊？又不是我伤害了他，凭什么由我来补偿？一个女人怀孕生子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更不用说一个人把孩子带大。可能她的出发点是错的，可是她能坚持下去，也是因为爱。我一直以为是我连累了他，因为他才过得不开心。结果，这都是他自找的，害我自责了那么久。对我公平吗？我们可能不能选择自己要不要来到这世界上，不过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你可以决定你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不好意思啊，让你睡客厅，我不会打扰你们太久的。没关系，反正睡在房间里，我会失眠。人离开，一定会有他的原因。有家，谁不想回呢？谢谢。你说，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委屈，牺牲很大？我也有牺牲啊，为什么他只在乎自己的感受？当我没问。
人结了婚，多少都要牺牲。最重要的是，不要计较谁多谁少，而是感谢对方的付出。我离开，是因为他们不在乎我的付出，感觉自己被掏空了。不代表佛年一样，如果不试着了解对方，就算你把人找回来，他的心也不会回来的。找人很重要，找到离开的原因更重要。只有这样，你才能把他的人和心一起带回家。你看他一直在撞墙，好可怜哦。关在那里这么久，肯定很孤独。他们是属于大海的，那里有他们的家人。就算这里有人养他，被很多人包围，他们也不会快乐。Hello, welcome. 我真的不知道佛在哪。昨天的事是我不对，对不起。有一只虎鲸，叫 Kiska。它原本生活在海洋里，后来被养在海洋馆。它原本有同伴，有孩子，但是后来都死了。它就孤零零的活着，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虎鲸。很多人很喜欢它，但是它一点都不快乐，还经常用身体去撞击玻璃，据说是想一死了之。我之前一直不明白，有人养，又什么都不用发愁，为什么不开心？后来我才明白，其实他很孤独，很痛苦，完全没有归属感，就好像风一样。我把他留在这里，想要的都尽量的去满足。我以为这就是爱，但是我没有想到，他失去的比这多很多很多。我想陪他回到海洋，让他舒服的做自己。帮帮我。他没有给你添麻烦吧？还好，
爸妈刚好出国，家里有点人气也蛮不错的。他不难照顾，只是嘴巴刁，我是怕你应付不了。所以趁他不在的时候，叫你上来做菜，我做什么，他都先帮我吃。他喜欢吃鱼，煎的、炸的他都吃，只是煎的一定要干，一定要脆，否则他一口都不吃。当母亲真的不容易，我就当不了。说不定你以后会很称职呢。怎么样才算称职啊？我是个孤儿，对爸妈一点概念都没有，更不用说当父母。我一直以为，只要爱孩子、有责任感，能满足他们需要，就是好父母。可是看来拥有这一些都不够。孩子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他是个独立的个体，他有他的价值。我们做父母的要懂得尊重他们。你有没有后悔过生下丢？我只是后悔自己太自私。Hugo说的没错，别人对不起我，我却报复在他的身上，我辜负了他们两父子。我一直以为有了孩子，人生就有意义。我太依赖他来弥补遗憾，可是治标不治本，我反而伤害了他。要不是因为之前的经历，你也不会走到那一步。我相信你对你孩子的爱是真心的，一点恶意也没有。可是，我还是伤害了他。我现在想要做的，就是把伤害减到最低，让他以后都能快乐。我知道很难，但这是妈妈一辈子的功课。我一定会做好的。我觉得你很勇敢，为母则强。是孩子给了我勇气。喂，咖会不会太烈了？要不要喝啤酒？不会喝就不要勉强。你陪我喝啊。Well, we might take a train or board the nearest plane, but let's get away from it all. Pack your bags, get ready to go, and we'll hit the road. Let's get away from it all. Let's get away. 喂，你不要再喝了啊！这个不是白开水啊！不是小孩子啦。你明明就是个小孩子啊！两人相连在一起，从零走出新天地，这等个我愿意将两世界合而为一，感情是有的失落，未知世界里探索，真情流露
对你说，不过是一波游，迈向对方世界每个角落。幸福每分每秒，要靠我们去寻找彼此的世界，来迎接同样开扬的微笑，不同世界找到。